次在熊猫身上看到风情万种。身为已经生完3胎的妈妈熊，圆润眼中仿佛盛满世间所有温柔。坐月子带2娃的疲惫好像从未出现，每天出外场时都精神抖擞，面带微笑。当圆润出来遛弯吃水果串时，他边吃边眨巴着大眼睛看向游客，像个宝宝似的坐在地上小小一坨。就是说谁家小熊生1胎美1圈啊？或许这就是母爱能治愈万物吧。因为担心崽崽们在内舍等着急了，圆润顾不上和猫粉们交流感情，直接咬坏麻袋打包果果回内舍吃。有时奶妈在内舍打扫卫生，听到双胞胎宝宝打架的狗叫声，圆润会耐心的等奶妈忙完再进去，因为知道有饲养员在，孩子就不会有事。当初小4狗和姨姨们见面时，懵懵懂懂的模样不知融化多少姨姨的心。小家伙有些胆怯的躲在毛奶妈脚下，像牛皮糖似的抱住小腿不撒手。好在奶妈的陪伴给了小4狗底气，它像小人似的坐在石头上晃悠脚丫，不小心跌下来后又继续爬上去玩。这倔强的性格简直和圆润一模一样。而小3狗长得跟2狗姐姐很相似，蓬蓬脸飞扬的小鸟眼线格外精致。虽然妹妹菜的手脚还有些不听使唤，但并不妨碍她在年会上凶其他小熊友。只能说不怪小狗天天着急回家，这2娃谁看了能不想疯狂撸？尤其陈圆润还特别重感情，母性强。当初她生润9时还是个6岁的宝宝，因为没有经验不小心把崽踩伤了，奶妈便用盆盆奶换走润9送去手术，之后交由好闺蜜淼淼代替抚养。当圆润生2胎润月时就有经验了，她高高举起曾踩伤润9的脚，随后把刚降生的孩子抱在怀里轻轻舔舐，一整个就是温柔妈妈的模样。因为对崽爱不释手，天天亲亲抱抱，以至于2狗从小就拥有一身黄毛。就算花花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，温柔的圆润也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她。花花趴在怀里吃奶吃到睡着时，即便小狗累得直喘气也不叫醒她，而是满脸慈爱地舔舐着干女儿。这一幕不知让多少猫粉倍感温馨。当调皮捣蛋的润月开启费妈模式，小狗打不还手，默默忍受孩子瞎胡闹。虽然知道润月从小就性格独立，但圆润总是喜欢凑上去和闺女贴贴。得逞后脸上满是掩藏不住的笑意，想必在菜花园里的这些时光，就是圆润最开心的时刻吧。希望小狗在3狗4狗的陪伴下，越来越美，熊生每一天都快快乐乐。明明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了，爱宝却依然像小孩子一样可爱。虽然爱宝已经10岁了，体型也很大只，但永远是个300斤耶啵的胖宝宝。为了更好的锻炼双胞胎的攀爬能力，爷爷们在内场新安装了一棵小树。考虑到200斤的福宝和300斤的爱宝也会爬，工作人员又仔细对树木进行了2次加固，江爷爷还亲自上去确保小树的安全性。果然，艾女士看到新玩具后立马爬了上去。看来即使生完2胎，也仍是个贪玩的宝宝熊。对此，爱宝表示自己只是想教孩子们爬树，辅导孩子写作业的家长8成都会崩溃。爱宝上次心平气和地教辉宝爬树，谁料渣辉怎么都学不会，还摔了下来。艾女士原地爆炸，顺手扑在伴读瑞宝脸上。以前爱宝和福宝经常争抢爷爷做的玩具，一大早福猪猪就发现了这张新吊床，艾女士就势不可挡地挤了上去，仿佛在说这张吊床我抢定了。母女双方都固执地认为这张床是给自己的。最后爱宝凭借体重优势获胜，笑得像朵花似的。只能说这哪里像母女，分明是2个小孩。当江爷爷吐槽闺蜜的土豆腿太短时，韩语10级的爱宝马上蹲下来，掩耳盗铃般的藏好自己的小短腿。如果不是正统土豆腿都没有这种效果。不过抛去腿长，爱宝可谓是从小美到大。小家伙圆头圆脑圆肚皮，眼睛亮晶晶的，难怪江爷爷会说爱宝更漂亮，福宝只是可爱。看到饲养员拿来胡萝卜后就会化身吃货，谁也不能打扰吃货小公主吃胡萝卜。看来福公主的食谱也是遗传自艾女士，即便后来生了孩子，爱宝也比娃还像个宝宝。当艾女士发现自己已经胖到不能翻滚时，她不可置信，弯腰反复尝试，结果都一样，像个小孩子似的原地暴走，满院子撒气。以前非常爱惜自己水盆的爱宝，这次也学福宝将自己的脚泡了进去，看来带着体味的水喝起来就是带劲，并且艾女士喜欢跟奶爸们咩咩叫撒娇。当听到江奶爸在另一边照顾福宝时，艾女士立刻呼唤对福宝：“我饿，赶紧来给你最爱的闺蜜加餐。”可以说艾女士把奶爸们拿捏得死死，不论上班早退还是要对方帮忙带娃，只要咩咩叫撒娇必能得逞。这或许就是撒娇的女熊最好命吧。到小奇迹赏雪景吃笋笋，才明白回国后的生活有多舒心。神树坪下雪后，基地四处银装素裹，王奶爸提着满满一桶竹笋和胡萝卜，细心地摆放在小奇迹经常去的地方。随后就见小奇迹坐在雪地上享用美食，一口咬下去嘎嘣脆，简直香迷糊了。可以看到小家伙的脸盘日渐圆润，想必他私底下也没少炫奶爸送去的加餐。而小奇迹坐在雪中吃笋笋的画面，唯美到直击姨姨们心巴，感觉世间万物都不及小奇迹美好。都说雪天和萌兰适配度100%，素有雪中霍建华的美誉，而小奇迹同样被官方封为雪中精灵，很难不怀疑萌兰整天忙着挖地道越狱，是想和这位头号竞争者好好 battle 一番。不过别看小奇迹在雪中很乖巧的样子，其实早已经被饲养员宠的本性展露无遗，再也不是先前可怜兮兮的样子了。
这天王奶爸请假没有跟好大儿打报告，小奇迹很久没见到奶爸，逐渐变得暴躁，像宝宝似的嘤嘤怒斥对方狠心，随后更是直接转身用屁股对着游客，恃宠而骄算是被他拿捏的死死的。由于神树平时常给熊孩子交换场地，通过探索新鲜事物防止滚滚的课本，前几日小奇迹的邻居苏锦和乔林就换成了真兰和盛兰两个小家伙。因为不小心看到邻居搬家的场景，再加上陌生的气味，小奇迹非常不安。只见他不停在场地内暴走奔跑，饲养员投喂的大竹笋也没心思吃，到最后累得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正在休班的王奶爸听说后，赶忙回到神树坪安慰小奇迹，并且好大儿睡觉时也在一旁守着。相信在王奶爸精心呵护和陪伴下，小奇迹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前几日元宵节，王奶爸来送加餐时，照例先递给小家伙一根笋解馋，并将精心制作的汤圆摆放在门口。王奶爸提着笋摆放在木架上后，还特地拿起汤圆示意他别忘了吃。但我们小奇迹可是个专一的熊，立马将场内的竹笋搜刮干净吃了，随后才皱着眉头浅尝了一口大汤圆，然而仅仅咀嚼几下后就放下了爪子。只能说第一次见小奇迹如此为难的模样。尽管这是最爱的王奶爸亲手做的，小奇迹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汤圆扔在了地上，并拿起竹子吃，内心 OS 完全忍不了一点。果然回到家后才有十足的底气，完全不用担心挑食会被指责。相信小奇迹未来越来越好，熊生每一天都要快快乐乐的度过。前这只去吸盘做举盆祈祷的小熊，就是盆盆教22级小信徒棒棒糖。因为得知女明星花花球果果成功，小家伙边回味盆盆奶的美味，边祈祷每天都有喝不完的盆盆奶。或许是棒棒糖的祷告起作用了，奶妈竟端来特大号盆盆奶给他喝。这马术跟雪雪老祖的朋友一拼，第一次看到有小熊喝奶喝出牵强的感觉。此外，棒棒糖的好朋友永动机同样是盆盆教的忠实拥护者，每当他喝完自己的那一份，总会热心的帮小熊友们刷碗。被抢盆的秦小乖为假装自己很合群，立马埋头表演无实物喝盆盆奶。相较之下，于爱的脾气就没这么好了，被于可抢盆盆奶后气得骂骂咧咧。这天可爱兄妹照常聚在一起喝盆盆奶，但于可喝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头扎进妹妹的盆里疯狂舔盆底。爱急得立马叼起盆并牢牢抱在怀里，摆出一副誓死捍卫盆盆奶的模样。结果当爱埋头准备继续享用美味时，震惊的发现碗里竟一点残汤都没了。爱愤怒的高举罪证给粉丝看，小嘴叽里呱啦的不停疯狂输出。于可自知理亏不敢回头，尴尬的舔手，感觉下一秒爱就要用盆砍他了。可以说爱姐对盆盆奶的喜爱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，就算是最亲的外公来收空盆也不行。这天可爱兄妹喝完奶，外公来收盆，爱立马把空盆藏进怀里不想给，结果外公一招声东击西，轻松得手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此外，盆盆教最虔诚的信徒还得是七仔，明明已经14岁，还是好几个孩子的爹，但黄毛对盆盆奶的痴迷程度不减反增，并且喝完后还会把盆舔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就不用麻烦奶爸洗碗了。对此 cos 待产母猫的饲汤员不服，黄毛也没有生崽咋能喝盆盆奶呢？就因为熊家没有2位金主爸爸撑腰吗？即便盆盆奶在熊猫圈雄气火爆，但他也有搞不定的小熊，那便是天津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。因为怀疑奶爸在盆盆奶里下毒，就连爪子不小心沾到奶都会嫌弃无比。你想哪有小熊不喝盆盆奶的？你把盆盆奶给我装，它闻了闻那甩，不是要毒死你，你尝尝你试试。它弹性，总怕两脚受害的。感觉奶爸费劲巴拉劝半天，二姑奶奶只听到一句毒死你。或许这就是喜乐对盆盆奶敬而远之的原因吧。